你思考一下，历史以来，就算像什么20年的疫情啊，00年的互联网美股崩盘之类的啊，我们看到出手的都只是美联储，就是他会去降一下息、印一下钱什么的，对吧？如果说要让美国政府直接出手的话，就只有2次。第一次呢，是因为1972年美国的经济直接大萧条了；第二次呢，是因为08年美国直接金融危机崩盘了。就是这个崩盘的火都已经烧到美国的根了，不得已美国政府呢才可以出手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不是说美国政府想要出手就可以出手了。我们不要说让他出手救经济了，他哪怕只是想要多花一点钱，基本上都会有另外一个党派反对的，对吧？因为这2个党派呢就代表了两边不同的利益，所以就会互相监督嘛，很难有共识了。但是你会发现，今年2025年美国政府呢竟然已经直接出手了3次，而最奇怪的是，这3次呢竟然都没有任何反对声音。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无论是贵族、精英、资本家，就是只要是有头有脸的人他们都出奇的一致，允许了美国政府去出手，而且是3次。那这代表什么呢？大家好，我是扫地僧。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呢，美国政府是怎么做的？他直接出手，把钱给了好几家公司，比如说什么波音啊、美国钢铁啊、洛克希德啊之类的。为什么？就是这些公司本来是很好的，但因为你美国的经济不好，拖累了我们这些公司，所以你美国政府就要去出手，直接给我们这些公司一笔钱，帮我们去续命，渡过难关，对吧？所以严格来说呢，这叫做政府补贴，不叫做收购。因为这些钱给了我们呢是不用还的，然后我们呢也不用给你美国政府股份，我们想要怎么花就怎么花。那这个呢就是美国第一次的出手，因为当时的经济实在太烂了，而这些公司呢又是美国的命根，要保住，保不住的话呢，美国这天下第一呢就要让位了。然后就是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更严重了，就是当时就算给这些公司钱给他们补助也没用，所以美国政府就直接注资，拿了什么花旗银行、通用汽车还有两房的股份。简单来说呢，就是我美国政府不但要送钱给他们花，而且我还要为他们撑腰，告诉全世界，我美国政府呢就不可能让他们倒的，你们可以放心过来投资。而且我政府呢还会有一个退出的计划，比如说花旗银行就2年的时间我就会退股了，拿了你多少的股份就会还你多少的股份，对吧？也就是说每次都是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才出手的。而今年呢，除了4月有股灾之外，还没有出现什么大型的金融危机嘛，但美国呢就出手了3次，那这是不是就代表了有什么我们看不见但一直被压着的危机呢？尤其是最近这一次的出手，我们从小到大打游戏嘛，是不是一直以来都要用这个英特尔的处理器？所以这个公司一直以来呢都是美国的命根，只要我美国有这英特尔，你们全世界呢都要被我掐着脖子。但最近这几年这公司就一直亏钱，股价到现在都跌了4-5年了。也因为这样，今年美国政府就出手，直接拿下了英特尔10%的股份，直接成为了他最大的股东。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说他们1分钱都没有花，这代表什么呢？各位，很多人觉得这件事跟自己是无关的，但这件事毫不夸张的讲了，将会是发明互联网之后最大的事情了。因为这只会有2个结果。第一呢，将来什么台积电啊、三星啊都会通通消失了，只剩下英特尔。第二，英特尔、台积电、三星以后呢都是美国政府了，我让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而不管是哪一个结果呢，都会一样，以后全世界只要想要去搞 AI 都要被美国掐着脖子，因为这个世界的晶片将会只剩下美国可以做出来。你可以去想一下，这2件事发生了之后，未来几年美国的股市将会涨多少呢？我说的是未来几年，不是现在啊。而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将会重新的换一批最有钱的人。现在最有钱的人他们的资产和财富将会被美国充公，然后转移给他指派的资本家。而普通人呢，只要买了股票，所有的财富都会被稀释。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场合法抢劫的牺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再进一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
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这3次美国的出手呢，跟过去是不一样的。以前是国家出手去保护私人的财团，现在呢是通过国家出手合法的抢劫私人的财团。目的呢很简单，所有的资本家呢都不可能反对了，就是拿下未来100年全世界金融的统治权。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以前买的每一台手机呢，打的每一通电话呢，其实背后都要给美国交过路费的。为什么？因为在2G 和3G 的时候呢，这些什么通讯的专利几乎都在美国的高通还有摩托罗拉手上的。所以你这欧洲想要去建基站你日本想要做手机，你都要交专利费给我美国的。还有我们现在全世界做生意呢每一笔汇款每跨一次境都要给美国的系统交一次手续费了。为什么？因为每一次的科技革命，谁先完成这个革命呢，谁就可以去定规则，拿着专利呢来赚钱。而美国在2战之后呢，钱多人才也多嘛，所以每一次改变世界的新科技呢，都是在美国诞生的。也因为这样呢，我们现在所有的经济体系贸易的制度基本上都是美国来定的。所以大家呢就需要美元嘛，因为没有美元就买不了美国的技术。而当全世界都需要美元的时候呢，美国就只需要印钱就可以买下全世界的资产跟产品。比如说我印钱之后呢，就可以把钱拿去你欧洲跟日本投资你赚到钱呢就要分给我，然后我再把这个钱给我自己美国的企业，让他们到全世界买，把你家做出来的产品呢都买过来美国，然后加个工贴个标签之后呢，再高价的卖出去。也就是说，只要全世界需要发展自己家的科技呢，就需要美元来买美国的技术还有专利。只要他们需要这个美元嘛，那美国就可以去印钱在全世界买了。但问题就来了，我现在卖你一部2G 的手机，告诉你电话就只能用来打电话不能上网，你 OK 吗？开什么国际玩笑，对吧？现在都 5G 了，上网稍微慢一点的电话和网络呢都直接扔了。所以科技是会进步的，当你美国的技术全世界都有的时候，大家就不需要你的美元了。也因为这样，美国前几年就想给全世界套上一个碳交所。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你的国家想要去发展嘛，你是不是都要去盖个工厂，然后打开机器，然后去生产产品，对吧？那这时候呢，你是不是就要去烧煤烧石油？那这些能源被烧完之后呢，就会变成2氧化碳，也就是废气嘛。也就是说，只要你这个国家发展的越快呢，那你排放的废气就越多。所以美国跟欧洲呢就出来说这样不行的。你看现在这个地球呢越来越热了，对吧？所以我们呢为了全人类的着想，我们就要去限制一下了。我们应该定一个标准出来，每个国家排放的废气呢都不能超过这个 quota， 谁超过了这个 quota 呢就要给其他的国家付钱，买别人家的 quota。比如说今天每个国家只能排放100个废气，但是你这个越南排放了150个，那不行了，你超出来了这50个废气，你就要向其他的国家去买。比如说你可以找到我美国嘛，因为我平时只需要去印钱，然后就可以在全世界买到我想要的东西了，所以我是不怎么生产的，我家也没什么废气。那么你越南现在废气超标了，你就可以付我钱，我卖给你50个废气的 quota， 那这样就很公平了，对吧？然后你付钱给我之后呢，我又可以在你家买你做出来的产品。所以如果你是越南，你是不是一直就要付钱给美国买它的废气权呢？你不想付这个钱行不行呢？也可以的，你可以去买美国的新能源技术，比如说太阳能，对吧？这样呢你就不用去烧石油去烧煤炭了，然后你的废气呢就不会超标了。而这些新能源的技术跟设备当然就是要用美元来交易也就是说，全世界只要想要去发展，就要给美国跟欧洲交罚款。如果你不交呢，就全世界一起来制裁你，不跟你做生意。如果你想要减少排放你家的废气呢，你就要付钱给美国，买他们的技术、专利还有设备，就乖乖的交钱嘛。而且你交的一定是美元，所以美国不但可以空手套白狼，卖废气 quota 赚钱，还可以卖新能源技术去赚钱。最重要的是呢，当全世界都需要美元的时候呢，他又可以去印钱，在全世界到处收割资产了。但这个计划呢出了个意外，就是中国大陆突然间在新能源发展的特别快。就是你到全世界开车嘛，有时候你都可能会觉得想要睡觉，但你试试在中国大陆开车，你都是打起精神的。为什么？
因为中国呢几千1万美元左右就可以买到一台全新的电车了，所以你在中国开车呢，你旁边可能是一个跟我一样扫地的人。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卖废气的计划继续的搞下去，最赚钱的就不再是美国了，而是中国了。那怎么办呢？空手套白狼这一招不行，那就彻底的去搞一次工业革命。欧美之所以能够称霸全世界呢，就是因为前3次的工业革命都是在欧美完成的。那么现在这第4次的工业革命呢，就不能在欧美完成了，而是只能在美国完成。所以现在全世界就不去搞什么新能源啊、废气什么的，而是给你造一个梦，让你去想象一下，未来就是人工智能的天下啊！你开车不再需要开车了，这车它自己会开起来；你工作呢也不需要去工作了，这电脑它自己就工作起来。甚至说你打仗也不需要挂掉了 ，AI 机器人呢替你去挂掉，就是所有的事情呢都是 AI 帮你去做，钱呢都是 AI 帮你赚，爽不爽呢？但如果告诉你，以后你手机里面每一个 App， 你家里面每一个智能设备，甚至你整个国家的交通、医疗系统，所有的一切，你都要用美国的 AI 技术，而只要你去用他们的技术，你就要去交钱，这笔钱哦，最后就会变成一种隐形税。再简单来说呢，以后你去打个游戏、吃个饭，甚至大个便，你都要交税给美国。那你可能会问啊，我国家不去用 AI， 我维持现在这样不就行了吗？ OK 的。只是你要去接受，你国家的经济呢会落后全世界，你家做的产品呢会没有人买。最可怕的是，全世界武器都比你家先进，情报都比你更准。简单来说呢，就是全世界都有，而你没有的时候呢，你就等同于等着挨打，然后还要说谢谢吧。而美国呢，只要做到3件事，它就可以完成 AI 革命了。第一步就是控制晶片，以前一个国家要生产东西呢，就需要石油。所以美国就控制了石油，谁想要去买石油呢，都必须要用美元。而现在全世界卖石油最多的地方呢，已经不再是什么沙特之类的中东国家了，而是美国啊。那么以后大家想要去搞 AI， 都必须要有晶片。而现在最顶尖的晶片哦，几乎都是靠美国去生产的。无论是这个英伟达英特尔，甚至是台积电和三星呢，都搬到美国了。再简单来说呢，晶片就是 AI 的器官。你没有这个器官呢，这 AI 就不会动嘛。而你要用这些器官呢，以后你就要付钱给美国。所以第二步，垄断算力，就是现在最顶尖的演算法啊、模型啊，都是美国的公司去设计的。算力你可以理解为 AI 的大脑AI 比人类聪明，就是靠这个大脑。那这个大脑是怎么思考的呢？就是靠我们人类给它喂数据。那这个 AI 的大脑呢，现在也是掌握在美国的手上。当然 AI 呢还需要血，也就是电。电最便宜的地方呢不是在美国，而是在中国。但是当美国的晶片越先进， AI 需要电呢就越少。也就是说，只要美国可以垄断全世界的晶片还有算力，它就可以做到第3步，也就是像过去一样去制定规则。只要你要用它的 AI 技术，你不仅要给它交钱，你还要用它随便想印就印出来的美元，然后你国家的一切数据、经济的秘密，你都要无声无息的流进去美国的数据库里面。到时候他想要什么时候做空你家的货币，什么时候引爆你的金融危机，什么时候抄底你贱卖的核心资产，都是他说了算了。而你呢，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了。所以为什么美国现在像疯了一样烧钱给 AI 呢？因为现在美国的老本快吃完了，美元暴跌，美债卖不出去。比如说最近刚说完9月可能会降息，美债的价格呢就再暴跌一次了，美债又被人家给卖了。所以 AI 现在呢是美国贵族们还有精英们找到唯一的一条逃生路线。只要上面的3步完成了，那美国呢就可以继续的给全世界上一道新的紧箍咒。到时候呢，美股就不是涨不涨的问题了，而是能无脑涨多久的问题了。10年可能呢也只是起步价。所以很多人就说我是无脑看空美股的，那我一直说嘛，美股一直以来都是我的主战场，只是去年我把大部分的美股获利离场，是因为美元跌到现在还在跌也因为这样，我去年把美元都转移到黄金、比特币、日元，还有前几个月我开始重点布局的白银上面，尤其是白银最近又拉上去了，目前的利润还没加杠杆有 20% 多，那这些都是有影片为证，不能造假的。那简单来说呢，美股经历了4月的股灾，而且经济比较动荡的时候呢，我的选择是避险而不是进场。
因为我们不需要成为投资界的福尔摩斯，我们不需要拼命的去预测市场下一步会怎么走了。我们的投资方法呢，只做反应，不做预测。简单来说，我们就只是给自己的财富安装一套智能火灾警报系统。我们不需要知道火灾什么时候发生，因为什么而发生。我们只需要去相信，当烟雾，也就是股票趋势转弱信号出现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警报就会响起。而我们要做的不是留在原地去研究什么火势，而是无条件的、机械式的去执行撤离。同时呢，我们也不会去预测哪一条路是一定通畅的，而是透过加装一个股票的导航系统，也就是股票趋势跟踪系统，让它告诉我们当前这条路畅通的概率有 70% 的时候，我们就走进去。而一旦走进去之后呢，这路况变差了，我们就会重新的规划路线，用最短的绕路成本去避免一次大堵车。那长期透过这样的系统呢，我们投资只会输少赢多。而现在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把安装这套投资系统的方法呢，记录在今年的投资改命培训营里面。只要你是我的粉丝，这报名费不再需要$400了，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那之前你错过我的直播，抢不到门票了，那这一次就不要错过里面的大福利了。那么重点就来了，其实美国已经在走第一步了。为什么他要去入股英特尔呢？他是怎么入股的呢？5年前，美国政府呢就告诉英特尔，只要你回来我们美国建工厂，那我就给你钱，给你补贴。所以英特尔呢就说 OK 啊，建就建嘛。然后现在开始建厂的时候呢，这些就开始变了。美国就告诉英特尔之前给你的补贴算是我付给你的钱，而你呢就要给我 10% 的股份。如果你不给呢，这补贴的钱我就不给你了。你没了我的补贴，你在美国这个生产成本这么高的地方去建工厂，你是要亏钱了。但是你把股份给了我呢，我美国政府就会为你撑腰，对吧？所以就这样，英特尔回了美国，收了钱，也给了股份美国政府。但问题就来了，英特尔给美国那 10% 的股份是怎么出现的呢？就3个方法嘛。第一，让英特尔最大的股东把他们自己的股份送给美国政府，那这不可能嘛，因为他们最大的股东呢都是一些投资基金，比如说黑石。那他们把这个股份免费送给美国呢，就相当于他把投资人的钱送给美国，那这是可以告到他们破产的。那第2个方法呢，就是英特尔直接拿着美国政府给他补贴的钱，在市场上面买 10% 的股份。但是美国给英特尔的钱是不够的呀，他是买不到 10% 的股份的，只能买到 7% 的，剩下的钱呢要英特尔自己去倒贴的，所以这也不可能的。我倒贴钱让你美国政府成为我最大的股东吗？所以就只有第3个方法，也就是无中生有，凭空稀释，让英特尔呢直接增发 10% 的股份，然后免费送给美国政府。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嘛，假设一家公司呢有1亿股，其实就是把这家公司呢分割成1亿份，你买1股呢就相当于占了这公司的1份。而现在这个公司的老板呢，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同意的，就直接把公司分割成2亿份，把多出来的1亿股呢直接送给别人。也就是说，你手上的股票数量虽然是不变的，但是你的资产呢其实已经瞬间的缩水了1半了。这个公司你本来是拿着1亿分之一的，然后就变成2亿分之一了。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呢把之前给英特尔的补贴变成入股英特尔的钱，英特尔呢就只能增发股份来给美国政府，而投资人的资产呢就瞬间的缩水了 10% 了。所以美国政府确实1分钱都没有花就拿到这 10% 的股份，因为这个钱呢从法律上来说呢，它本来就是要给的，这个钱本来就是属于英特尔的，因为英特尔他答应了把工厂搬到美国嘛。但是当他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呢，这个补贴的钱就变成了入股的钱，也因为这样呢，英特尔这家公司就瞬间易主了，变成了国家的企业了。这公司的一举一动，所有的技术，所有的资料，美国政府呢都拿到了手上了。而这可能只是开始啊，什么意思呢？各位，跟英特尔一起把工厂搬过去美国的，还有南韩的三星和台湾的台积电啊。那英特尔是第一个，谁是第2个呢？所以美国早就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了，你怎么选都是送命题啊。首先，你呢是可以选择交出你的股份哦，比如说你台积电被美国入股了之后，那你是美国，你会怎么做呢？
当然是用台积电的技术跟人才去喂养自己的亲生儿子英特尔啊。今年4月的时候呢，就曾经传出美国意图逼这个台积电跟英特尔合资去开公司吗？为什么？就是想让台积电把最先进的制造技术转移交给了这个英特尔。简单来说呢，当你被入股了之后呢，你就只能等着自己家的核心技术被掏空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啊，台积电它选择了第二个选择，它就出来说了嘛，如果你美国呢要我把这个股份交出来的话，那之前你们给我的补贴我就不要了。那这呢又会有2个后果，第一呢就是交保护费，比如说像 Nvidia 和 AMD 一样，他们要上交在中国卖晶片销售额的 15%， 不然你就要给美国政府 20% 的股份。然后呢，第二个后果，台积电的净资产呢其实就1400亿美元，然后他已经投了600多亿去美国了，而且前段时间才刚说要准备再投1000亿美元进去，也就是说他准备把自己这么多年手上累积的钱都一起投资在美国了。但是当你什么补贴都不要的时候呢，你就可能赚不到钱，甚至是亏钱了。因为是这样的啊，我们做生意赚多少钱呢？看的不只是我卖东西赚了多少钱了，我们还会把政府的补贴都算进去利润里面了。所以如果我在美国做生意，卖产品赚不到钱，但只要美国政府呢给我补贴，我就可以赚这补贴的钱啊。那么现在我不要补贴了，那是不是说做生意赚不到什么钱了呢？那问题就来了，我把我的身家都投进去了，但只要我不拿补贴就不赚钱的话，那我这公司的股价是不是就要倒霉了呢？而一旦股价便宜了，就会被其他的资本家恶性的去收购了。更重要的是，美国还可以对你加 25%、50%， 甚至是 100% 的关税。而且全世界最高端的晶片就只有你台积电还有三星可以做出来。你不给我股份了，但是这个三星给了，那美国就可以把订单都给三星。所以各位能听懂了吗？我英特尔做晶片不够你台积电跟三星厉害，那么只要我把你台积电跟三星的股份都拿到手了，这不就一样了吗？全世界以后想要晶片去搞 AI 都要付钱给我美国。那这是第一步，重中之重就来了。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都只是阴谋论，但其实英特尔已经不是第一个试验品了。今年的美国政府还出了2次手啊。第一次就是日本想要花钱收购美国的钢铁，然后美国政府就说你收购是可以的，但你必须要给我黄金股。简单来说呢，现在的美国钢铁虽然老板已经换成日本人了，但美国政府呢是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就是这家公司所有的决策都是美国政府来决定的。还有第2次，美国的国防部呢直接就成为了稀土公司的大股东了。那么如果一家公司它随时都可以被国有化的，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各位，美国政府现在零成本就可以把一家公司的股份抢过来了。那么这些股份有没有人说过是不能卖的呢？现在美国政府国库里面的钱不是不够吗？那么当美国政府急着要用钱的时候呢，他是不是就可以随时把这些零成本的股份卖给自己人啊？卖给那些跟我关系很好的资本家啊？以前我们电视剧都看多了，那些什么霸道总裁，他们想要收购人家公司的时候，都要搞几场商战啊，又要收买对方的股东啊，又要在股市里面吸筹什么的。但现在都不用了，谁跟美国政府关系好呢？谁就可以拿下英特尔 10% 的股份，瞬间就可以掌控这家巨头了，直接跳过所有的市场规则。这就相当于完成了一场完美的财富再分配了。哪一家企业不听话，你家的股份呢直接充公，然后再把这零成本拿回来的股份卖给听话的资本家。不仅如此啊，比如说美国现在最大的军火商，他用的就是美国纳税人的钱去买晶片的。那以前呢，谁家的晶片好，谁家的晶片便宜就买谁了。但是现在美国政府它是拥有英特尔的股份的，那这晶片的订单呢就必须要给英特尔了，就是政府花钱给你军火商买晶片，你军火商呢花了钱就给了英特尔，然后英特尔赚了钱了，这钱又会回到美国政府的手上，然后就会形成一个内循环。所以你看到了吗？美国出手的这3次不是因为什么金融危机要出现了，而是在做一场彻头彻尾的财富大转移，还有控制权的掠夺。因为美国的精英阶层呢已经达成了共识了，就是旧的游戏规则现在玩不下去了，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一套新的统治体系。
而这里面的核心呢，就是 AI 霸权。也就是说，我们将会见证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财富大洗牌。现在全球的富豪名单里面呢，可能在这一任政府剩下的3年里面彻底的换血了。现在你持有的资产配置呢，如果方向是错的，可能就会被无形的合法稀释了。记着，当 AI 革命完成了，新的金融秩序定下来之前呢，股票从来不是我们最容易赚到钱的资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布局的不是股市，而是避险资产，也是我之前一直讲了都1年多的黄金，还有现在的白银，这些都是我们财富的保险单。它们的作用呢，不是让我去暴富，而是在现在秩序重建的动荡期呢，让我们活下来，并且有足够的资本在后面进场的。那如果你想要系统性的学习怎么样为自己的财富安装防火墙还有导航系统的话，那么赶快走进我们的投资改命培训营吧。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有些细节是听不懂的，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的影片看完。我多说几句啊，就是我的影片逻辑都是环环相扣的，你不看之前的影片，有的人就会觉得我在马后炮，但其实很多东西早就说了，我不能每一次都解释的，这样会很烦，影片也会很长的。所以你最起码是看完前2集。而最近的局势呢，只会更加动荡，但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不会下一期你预期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留言给我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